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先来关心我们的邻国日本。最近呢，他们的这个总预算创新高，在高市的主导下，我们看到日本2026年的年度预算达到122.3兆日元。大部分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福利啦，当然有，还有人力成本上升。可是大家看了国防预算创下日本的新高，580亿美元，加速了包括巡航导弹和无人系统在内的军事建设因为他们说中国的紧张局势升级，所以我们要加强戒备。那像这样子的扩大防卫的预算呢，中国大陆看了他们有一些回应，包括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就说，他们联想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有可能搞背一次偷袭的历史，大家想到了珍珠港事件所以他们说非常有可能是珍珠港事件2.0会再重演。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在密切关注，包括日本是不是介入了南海争端他认为呢，日本的这个野心或者军国主义之魂要复苏的这个态势很明显，而像是这一位先生他是高市的官员最近他放出了一个消息，讲什么？永和这是周刊文春披露他最近不是在讲说如果日本可以永和把这个核能3原则给废掉之类的那这一位永和言论的官员就是负责核军控、核不扩散事务的首相辅佐官，他叫尾上定正所以是不是高市在默许或是包庇像这样子的官员在他身边，可能也是一个放消息或是试风向。那另外呢，今天有媒体报道说12月26号高市会有可能参拜靖国神社，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这样的消息。那当然这个如果说他真的去这个祭拜这个靖国神社的话对于中国大陆或是周边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衅的动作。我们也来看看包括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讲说建议日本在他的境内修一座日本军国主义受害者纪念堂，因为太多人受害了所以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忏悔呢？包括日本国内的一些民众对于现在高市早苗在备军军武加强这件事情也有意见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呐喊。武器の輸出は全面禁止。武器の輸出は全面禁止。自民と維新は恥を知れ。自民と維新は恥を知れ。高市内閣今すぐ退陣。高市内閣今すぐ退陣。好，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经济施压持续在这个延续中包括旅游的这个部分日本媒体的报道是中国大陆对旅行社下达了指令所以现在到中国大陆的旅游人数其实已经压缩到60%过去像是这样的大节日元旦春节非常多的中国大陆旅客来，可是现在呢只剩下60%，那可以想见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中日关系恶化，日本脆弱的经济复苏面临了风险这个也是大家外界都在评估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现在有超过5万家日本企业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如果中国大陆有意在紧缩这个部分的话，你这个投资这个贸易都有可能受到很大的伤害，这是连锁效应，那未来也会影响到国内的民生经济。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高市早苗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怎么面对他自己的军国主义，然后他又怎么去面对美国高市他很明显的，他不是很在乎大陆的反应，他也很不在乎大陆是怎么的反弹，他都不在乎。为什么？因为军国主义者要做的其实就是要使他们本身这个军力更强大，然后要发展核武。所以他的所有的做法其实是按照原来的节奏走的，只是高市早苗跟过去的军国主义者不同的地方是，过去的军国主义者是藏在地下他们不讲，但他们只做。
历届以来都是如此，包括安倍晋三在内。你看，安倍晋三是一直到卸任以后才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但是高市早苗不一样，他就直接讲出来了。那直接讲出来，我觉得他让大陆就更容易的来处理了。过去军国主义者让大陆不容易处理，因为他们都是藏在地底下的。现在他冒出头来就可以敲下去了。好，那你看现在高市早苗他果然冒出头来，大陆也敲下去了。我们来看大陆敲下去，我们先放一边，先看高市早苗接着要做的事。你看他完全不在意大陆怎么做怎么讲，他只在意美国怎么做。那你看他现在把他的防务经费增加到史无前例的高，那里面有第一大笔，他不讲多少钱，这一大笔就是要改善美军驻日本的待遇，这上面写的很明白哦。你看共同社里面就把他的柯子木都把它写下来了啊，大象都写下来了，他就是要给美国更多的钱，用这个部分来讨好美国。好，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个就是您也看到了，他在之前就透过您所被公布出来的有关于这个人本来是要来谈核不扩散的，因为他的角色跟工作就是核不扩散。因为日本他说我是核战的受害者，我以受害者的国家的身份，我要推动世界核不扩散反核。结果这一个推动核不扩散核裁军的军控的这个高市早苗的亲信，他跟高市早苗都是奈良人，同样的家乡的人，而他是高市早苗的亲信。你想，没有高市早苗的同意授权，他怎么可能敢对媒体来发放？不可能的事嘛。所以这是高市早苗故意找他放出风声，要来看这个美国怎么看，然后看看大陆日本的国内怎么看。好，果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都支持，日本的右翼都支持，反对的是长崎、广岛的这些核弹的受害者。长崎、广岛的核弹的受害者，他们认为说，你今天你高市早苗这样做，那难道我们是在演戏吗？我们每一年都要办这个被核弹打的这个凭吊然后我们等于是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好可怜，我们被核弹打，二方面我们自己要做核弹去打别人，那我们就是典型的两面人。所以等于是高市早苗把我们的假面掀开了吗？那我们日本人变成一个没有廉耻心、没有羞耻心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彻彻底底虚伪的人。然后美国就给高市早苗温柔的提醒，说你是核不扩散的领航者，你怎么自己说你要发展核武？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反应太温柔了。美国的反应太温柔，你认为高市早苗就会收手吗？不会。他一看说，你美国看起来反应很温柔，那你暗中就是说你同意安倍晋三他当初在11年前2014年的时候的主张，引进美国的核武进日本吗？所以日本有权利发展核动力潜舰哦，因为那也是核武器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跟日本很有可能在演这场戏。美国跟日本很有可能在演这场戏，怎么被看出来，或者怎么说不是合演呢？那就是高市早苗今天会不会跑去拜鬼，到靖国神社拜鬼，或者是会不会在1月1号的时候元旦跑到靖国神社拜鬼？一般来讲就是这2段时间。今天的这段时间，他是模仿这个安倍晋三的做法。1月1号也是日本拜鬼的一种时间。如果他这2天，不管选哪一天，不管是今天或是1月1号过年的那一天，他跑去拜鬼的话，那我们就要看美国怎么反应了。因为大陆绝对会强烈的反弹，那韩国也会强烈的反弹，亚洲若干的国家也都会有意见。当然另外一个台湾的人他不会有意见，不管台湾。我们来谈看，那美国如果他去拜完鬼以后，3月份还能够到美国去见川普，那你觉得大陆会怎么看川普，怎么看美国？因为大陆很清楚知道，能够让这个高市早苗收敛的，能够让高市早苗收手的，只有美国而已。因为日本的右翼、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只在乎美国，他只害怕美国。因为只要美国吭一声，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就往后退一大步。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看，如果他去拜鬼了，而3月还跑去能够见到川普的话，那4月份川普到大陆去的时候，我想这一度的访问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了。可是如果高市早苗没有去的话，那右翼的很明显的就是承受到美国的压力了。我相信只有美国有办法让高市早苗退缩。一旦高市早苗退缩，那就川普跟他划清界限了。那你想，对于日本的右翼来说的话，等于是美国跟他划清界限，那他未来该怎么走？那不是就很难走了吗？是，来，董哥。大家可以看到，赖清德政府现在努力要把日本拉进来，可以一起来对抗中国大陆。日本努力要把美国拉进来对付中国大陆，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的局势就这样啊。那高市现在因为他民调高嘛，越来越高，所以他当然不可能下台，也不可能嘴巴会放软，所以大家都在观察说他什么时候去靖国神社。今天所有的报道都说是就是26号。那其实因为现在已经晚上了嘛，进入晚上，应该是今天是不会去，但是搞不好哪一天就突然去，找一个有代表性的日子，比如说元旦或者过年或怎么样，就是突然去了，让你措手不及，那看你拿我怎么样。其实你看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因为他过去跟日本有等于说建交以来，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约束以前的约束包括说，比如说你中日的航线不能有后来就慢慢的打破。那后来的默契又变成怎样就先前的默契就是说你的政务官这些都不能去。那现在不但林佳龙可以去，林佳龙在石破茂时代就已经去了赖清德是副总统都可以去了去祭掉安倍晋三嘛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他很多东西就慢慢在打破，就他慢慢在往前去试图去做一些你过去禁止我做，我做了也没怎么样，也没怎么样，然后他现在就往前更进一步在做了就是他讲出了高市讲了，等于说大家认为冒犯中国大陆，他只要台湾有事他们就可以出兵或怎么样，然后现在对于核子的问题，他也不再躲躲闪闪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所有东西他就慢慢一步一步在夸，得寸就进尺了。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当然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高市的民调会更高就说历来大家看这么多届日本的首相任期都很短，而且民调都很低，没有人像高市这样大概都7成那以前都是3成4成这样，都已经不得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市他现在是越来越做越开心了反正我不太在乎你，那我在乎当然美国应该是会挺我的。所以当川普说我4月去访问中国大陆，高市说我3月就会去他现在就在往这个目标那这个当然有风险因为他完全对川普的情况他以为可以让他给掌握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事与愿违川普如果让他去的话，可能自己4月就去不了中国大陆。那我们看其实日本这种军国主义是在明治维新以来，他的声势很高。为什么？因为他等于说整个走欧美的富国强兵方式嘛，所以他敢去侵略中国那大家看侵略中国，他是8国联军里面的一个，亚洲唯一的一个就进军中国大陆，把慈禧太后吓得全部就跑到西安大家看那一场整个中国的一个大动荡。你过去多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成这样所以在明年就是明治的150周年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纪念的日子所以他一定要好好去宣扬他的这种民族的主义高市不会下台。但是你今天如果把整个亚洲弄成这样的话，他必须考虑说川普不是他可以掌握的因为川普现在他自己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他如果最后被迫因为高市早苗的还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他必须去替他背书的话，依照正常逻辑，川普是不会干的因为会损及他的利益。所以高市又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我就跟赖清德一样，其实台湾跟日本现在很像，巴结美国的手法也很像，我就编很多钱跟你经购
所以告诉医生人说，我今年的 GDP 经过 GDP 2%要达到，今年也就剩这几天了，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明年又编了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讲这些钱，所以现在他跟台湾是不是一模一样，拼命经购就是拿钱给美国然后我买的不只是武器，而是你要来给我的安全保证，所以看到这个手法是如出一辙。是，来舰长，工业革命之后啊，那个欧美这些国家想要制衡中国的时候，就找日本。那我们看到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之前，其实日本就是主要制衡中国的国家。那个时候有所谓的英日同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日安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看日本它的这一个国防预算到底提升了多少啊？那我们如果看这张表，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从2022年的这个时间点来看，比照到2025的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它上升了50%。那这个50%的那个日本还敢一天到晚说嘴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其实它都是很稳定的，每一年就是提高7.2%。如果我们扣除了这一个货币的相关的一个有关于上涨的部分的话，其实它上涨的幅度并不多啊。那现在我们来看到日本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它现在要买的这些装备，或者是它现在打造这些装备，是不是跟美国都有关系呢？他到美国去装这一个战斧巡弋飞弹，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鸟海号，那这一个是美国的。那例如说我们看到12式改的这一种反舰飞弹，它从原来的200公里，现在要提升到1500公里，飞弹的射程之可以变长，不是多加燃料而已，最主要的也就是它的陀螺仪可以使用的更久。对不起，如果你以前不会，你说你突然会，那是被雷打到了吗？那一定不是，那就是有人教。那个人是不是美国呢？这是大家应该要想象的。另外一个现在日本要做2条超大型的神盾舰，基本上来讲，我觉得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川普级的这个战斗舰，其实可能有部分的跟日本是很像的那另外还有03式的防空飞弹，03式的防空飞弹它长得更像标准6型飞弹。那因为标准3型飞弹里面本来就有日本的技术，那现在那个美日之间是不是透过共同合作，然后获得这些技术呢？那这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的部分那日本为什么想要核动力潜舰呢？其实我们可以讲，这个就是美国的延伸威慑失败了。也就是之前我们看到拜登拉着岸田文雄以及尹锡悦，他们说要提供核子保护伞，可是现在为什么从韩国也获得了？那日本现在也在吵，真正的原因就在此。但是实际上来讲，大家都一直认为那个是他们最后的战力。但是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是怎么讲的。他说，其实美国海军需要的叫做游戏规则改变者，其实是柴电潜舰，而不是核动力潜舰。因为核动力潜舰它还在烧开水啊。所谓的烧开水，也就是它产生的蒸汽去推动 turbine， 那推动 turbine 这里面就有非常大的杂音。但是如果是柴电潜舰，它使用电力推进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核动力来讲是安静的，只不过在时间，也就是在它留存在这个无论是阵地伏击或者是区域游猎的时间，可能比较短，如此而已。是。我们来看看美军在平安夜当晚空袭了一个国家奈及利亚。川普他说那是因为 ISIS 这个恐怖分子在奈及利亚作怪，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给这个打击所以呢要把它给轰炸。可是呢，专家说
表面上是反恐，背后呢可能是经济利益呀？为什么？因为奈及利亚有石油，它石油自主现在才刚刚可以，还有稀土矿产也非常丰富，所以背后是不是要拿奈及利亚这些丰富的矿产跟石油呢？我们先来看看呢，为了对抗这个美国，它要这个组这个稀土的非中供应链，美国已经讲啦，都被这个中国大陆给 control 起来，所以我们要这个非红供应链，所以呢，中国大陆也跟19个开发中国家来组稀土联盟，其中就有奈及利亚，所以这个轰炸可能它还有深意还有破坏非中供应链各种的这个这个计谋在里面。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我们看到稀土现在呢是每一个国家都在争夺的一个原料，那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手中也留了一手，虽然它有暂时说有一个核发6个月效期的出口许可证可是现在呢，明年你这个证期到了它可能就不再出给你了。所以你看到美国跟中国这2个大国在为稀土这个原料其实都在暗中较劲。而另外我们看到这2个人在明年2026年可能会一共见面4次包括了2个人互访以及 APEC 还有 G8， 所以呢，我们就说了，是不是创下美中建交以来最高纪录？所以这个军事冲突的风险已经大幅的降低了呢？这也是有专家在这样预估。可是呢，虽然风险看起来表面上是降低了，可是商业上面、科技上面各种方方面面的竞争打得可火热。我们看到华为现在有新手机它的零件都是自制的60%国产，包括华为 Mate 70 Pro， 我们看到呢，它的自产的这些零件组合已经到了57%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虽然不断的在收紧，不断的在管制，可是中国大陆自己有生产 CPU 所以这个各方面的进展还是有取得一些成功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墨子号到量子变电站，讲的是中国大陆的量子科技现在不得了。加速度都一直不断的在提升。那美国的五角大厦也注意到了，它的年度报告就示警说，中国列量子科技为未来的战争关键加速军事化，所以他们也在各种的提醒，各种的防范。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磁浮列车，大家如果有去过上海，可能有搭过上海的磁浮列车。上海的磁浮列车，它1个小时只有430公里大概这样的速度已经是全世界最快的。可是现在呢，中国的国防科技大学说是成功的研究了一个在2秒之内加速到时速700公里的磁浮列车。哇，这个速度是非常的惊人打破同类型平台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快的超导电动磁浮试验的速度。我们要知道现在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地方都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磁浮列车建设的爆发期，包括深圳、包括广州、包括成都都已经在做相关的布局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民币最近有一些讯息，我们一起来关注。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时隔1年多已经突破了7我们看到离岸人民币美元汇率25号升破了7今年累计升值大概是4.6%，在岸的即时汇率在年内升幅也大概有4%近期也逼近了7%，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可能包括 A 股在内的人民币资产的价格会形成推升因为意味着海外的资金也看好人民币的资产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南韩现在指定了12家韩元对人民币的直接交易做市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market maker 就可以直接做交易证券商券商啦，他们可以做中间的一些价差的生意所以某种程度也是市场看好人民币的未来前景。来请教赖老师，川普在圣诞节的时候对这个奈及利亚的伊斯兰国进行轰炸我觉得他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把事情复杂化了。IS 他虽然杀基督徒，可是他同时也杀穆斯林，他都杀。他的目的是要占领北部这个更大的一个地区，然后他想要建国他想要这个占领更多的土地，因为哈里发就是 IS 他们本身，他不只是过去单纯的国际恐怖主义，说我只是做
这个政治诉求为目的的恐怖主义手段，它是以占领领土、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这个哈里发的过去的时代的荣光，这是他们的理想跟目标。那因此，他除了杀基督徒，他也要杀穆斯林，他也同时杀以外，可是川普在这一次圣诞节的时候他特别去下令去轰炸，然后公布说我干了这件事。那这样的话很讨好这些基督教的保守派的美国人，也就是说，美国人的保守派的会觉得说，哎呦，你帮我们基督徒出气我们真的是要更支持你。这个对国内有帮助，可是对奈及利亚没有帮助。而且会把奈及利亚把它搞坏了。为什么？因为奈及利亚这个总统，他努力的要解决这个奈及利亚的基督徒跟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他一直在想办法把这个宗教的战争、宗教的冲突把它降到最低。但是当川普这样做的时候，就反而会让 IS 激发起这种穆斯林世界的团结在他身上。这个对于奈及利亚的总统来说，他们的政府来讲就不利了，因为它会使这个基督徒跟这个回教徒彼此之间的对抗。可是问题是，目标是 IS 因为叙利亚美军进入叙利亚的时候，后来我们都知道叙利亚不是把这个阿萨德政权推翻吗？对，他也是伊斯兰国，他过去是伊斯兰国的领袖。后来他摇身一变以后成为伊斯兰的总统，但是 IS 这个伊斯兰国还在的情形下，他杀了美国人，然后川普就去打这个 IS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中东地区有什叶派、有逊尼派，现在有基督徒、有这个穆斯林等这些矛盾，但是川普的这种粗糙的一个做法，会使这个国家的内部更加难以去治理。我觉得这个不足为取，而且也不应该这样做。至于您谈到的稀土的问题因为大陆对于稀土它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为什么？第一个，它的提炼技术是独步全球的；第二个，它的整个产业链它是成熟的，所以投资加入这个以中国大陆为主导的稀土联盟，它的成功率是几乎是100%。可是如果你加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稀土联盟，基本上来讲失败率可能是高达60%到70%。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你必须就是对美国这个联盟来说的话，你没有专业知识，你没有技术产权，你没有设备，然后你还要从一切重新开始的话，大陆是花了20-30年才做到的事，你美国你10年内都做不到。那我个人认为，以这种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主的稀土联盟，美国的这种已开发国家的稀土联盟，赢不了中国大陆的。是，来，董哥。现在美国现在本土其实有几件事情它是讨论的很热烈。第一个是爱普斯坦这个阴谋的新闻，这个里面最主要主角就是川普对，大家看克林顿也在，英国的安德鲁王子也有但是里面最热门当然就是川普那现在大家都勇于把很多事情拿出来，有照片有什么。那这个阴谋被抓去关的时候在里面就上吊了。各位朋友1925一定要打千万不要随意自杀。但是我讲这个就是说这个事件它非常的诡异，一般外界认为说这个人在狱中就是被谋杀了简单讲就是监狱里面全程录影，结果就那1分钟没有影片两个狱卒那管监狱的管理员2个都在睡觉，没有人看到他怎么死的那这个当然现在很多东西慢慢的抛出来的话，川普那这个的非议是什么？是那些女生很多是未成年，是他最主要是未成年那还得了所以川普他现在其实是很狼狈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明年1月大法官就要裁示川普的这个关税到底合不合法。那现在综合大家所有的意见跟法律所规定的，因为关税是属于国会的权利，不是总统的。川普把它拿来放得很极致，可能会被宣布是违法的。所以违法以后，可能你这些钱就要退回去。说我已经有2000亿了，你退回去你如果不退回去，人家如果去告你，你势必还是要还因为有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解释嘛。所以对川普来讲有些东西他就必须做了所以必须做一石好几鸟奈及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2亿2千万几乎是台湾的10倍，你知道吗？
奈及利亚跟中国大陆很那个，你如果去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那一带，奈及利亚人数多得不得了。对对，我有遇过。那些黑人几乎都是。对，而且会讲中文。讲中文跟中国人结婚，什么都是。他嗯已经是水乳交融的一片哦。那他会加入中国大陆参与这个稀土一点都不意外了，因为他非常仰赖中国大陆。但是他自己除了稀土又有石油，对不对？所以你很敏感就会讲说，那是有目的的。大家看美国去攻击委内瑞拉，说我要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几天大家看到，就是他把委内瑞拉的油轮通通拿走了，把你拦截说你们通通不准买。他的油轮出来就是违法，我美国人就把它拿走。前面是去炸那些所谓的毒贩。你可以看到川普很多东西，他是很多目的，这个目的有利益，然后有要掩饰自己的丑闻，对不对？因为明年就是期中选举嘛，川普现在民调很低，但是他的动作就越来越大。那动作越来越大，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他要弥平，就是说，世界这些国家的领袖，当然普丁他在阿拉斯加碰面了，习近平他如果过去的话，对他的声望有提高，他会觉得自得意满啊，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副这样的模样，所以我们看那中国大陆，因为他被川普暗算太多次了，他很清楚，我最厉害的筹码就是稀土。稀土，你美国说要追过我，说要10年，这10年你追上了，我也在进步啊，是，我进步，你要变20年啊，他一定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现在美国川普希望有一些动作可以让习近平软化，但是因为习近平已经。不是过去很容易被上当被你骗了，你美国照样卡我很多晶片啊！你说我们给中国大陆晶片不是1流，不是2流，不是3流，是4流的，你公开这样讲，那人家也有他的民族主义，也有他的尊严啊。所以你今天看到了这一盘其实是没有那么好打啊。是。那川普觉得说，我只要跟你4出3例，你就会上当，那我要干单啊。真的不用那么简单的。来，舰长。我们看到那个大陆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啊，它有关于磁浮电车的一个研究，可以到达700公里，大家一定觉得很讶异啊。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到底那个国防科技大学啊，到底研究这个做什么？因为之前我就拿出论文来，人家在研究的也就是未来的飞弹的初始发射。不是冷射，也不是热射，是由电磁弹射，把它弹到空中之后，然后再进行那个点燃它的加力段，也就变成它的射程可以变得更远。所以我们现在来回头看啊，这有关于川普总统他提到说，以后啊这个电磁弹射，因为看到福特号的状况实在不好，他说只要还没有开始做的，未来的航空母舰的弹射系统都要改回蒸汽弹射。其实也就是他放弃了整个科技树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说有关于飞弹发射未来也可以用电磁弹射，那更不要讲福国利民有关于这一个未来的那个轨道系统也可以用。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中国大陆啊，它的军事其实是一点突破，各行通用，而且他们有非常绵密的所谓的军民融合的科技，也就是军方的用完的，例如说像北斗啊，它可以精度不用那么高，但是呢还是比 GPS 高，然后给民间使用导航。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讲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进步，不是我们一般啊在台湾可以想象的，所以建议大家多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你就会知道了。那另外呢，我们讲到美国现在去打这个我们讲到无论是他要攻击这个委内瑞拉啦，或者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他空袭这个奈及利亚，其实通通都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我们讲到委内瑞拉就是油的问题，结果呢，他就是来捏说，因为这个毒贩的问题，那你把毒贩抓起来啊，抓一个少一个啊，然后而且你可以把这个毒品拿出来告诉大家说，的确委内瑞拉就是这样做。那为什么他现在要去打奈及利亚？因为奈及利亚有非常多的稀土。那刚刚无论是赖老师或者是董哥都讲到这件事情啊。不过我们讲到这里，有另外一个
区域要特别小心，那个就叫做格陵兰啊。格陵兰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到，尤其是它沿海的这个位置呢，有非常多的矿产啊，例如说我们看到这边有铁，然后这边有铜，还有锌，然后这下面呢，也就是最靠南端、最靠美国的地方，那东西可多了，有镍啊，还有铀啊，还有稀有金属，例如说钯啊跟蓝啊，这些都是美国想要的，所以那个川普啊，他讲说必须拿下格陵兰。那丹麦虽然各种护卫啊，我们不知道川普会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是我们知道呢，其实交通建设对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中国大陆我们刚刚有听到磁浮列车，那高铁、高速铁路在这几年发展的非常的快。你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地图哦。从西到东的大动脉哦，它就由这一段一段的高速铁路给连接起来。现在是武夷高铁开通哦，这个湖北就跃升成中国高铁的第5大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沿江的一个高铁哦，从上海一直到成都，你看到你一段一段都可以来通哦。到2030年，你就可以知道东西大动脉哦，中国大陆讲的东西的大动脉就整个开通了。讲到隧道，讲到公路，讲到高铁，我们来看看新疆。有一个天山哦，天山过去是南疆、北疆的分界线哦，某种程度也阻碍了这个地方的交通。可是现在呢？天山的一个胜利隧道打通了之后，代表的这一个乌卫高速，全长3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哦，就打通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哦，这个是这个全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我们讲的是天山胜利隧道，因为它的工程非常的难哦，所以这是最后一里路把它给打通了，全长是22.13公里。打通了之后，我们看到新疆的乌卫高速公路这个全程哦，就整个都通车了。它连接的是新疆的乌鲁木齐，大家看到乌鲁木齐在这，到卫黎哦这个地方哦，我说全程300多公里，中间有17个隧道，因为知道要打通这个天山呐，所以有大大小小的隧道，全程300多公里哦。你的车速可以缩短到3.5个小时，过去可能要7个小时，因为你要盘着山。大家要知道，天山非常高，你要翻山越岭才可以过哦。现在不用了哦，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蛮传奇的一个工程哦。在中国大陆哦，我们看到各个媒体也用大幅度的篇幅来报道，说是这个8100吨的桥梁，75分钟精准转体74度，这是什么呢？新疆乌卫高速公路的一个传奇，因为它必须打造它上方的这个窗口啊，它要用一种立交桥来做。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隧道，我们刚刚说的天山胜利隧道，它采取的是3洞并行哦。我们知道这个天山的山脉你要打通很难哦。如果由一些工程专家来评估，大概要10年，可是最后他们只用了52个月就完工哦。它用的是这个包括我们看到我刚刚说的3洞并行哦，在双主动的基础上增设中间的平行中导洞哦，透过硬沿掘进基中导洞加双主动钻法组合工艺，总之是看起来在工程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工程哦，不过非常的快速哦，它在52个月里头4年多就完工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它创了好几个世界纪录哦，在这个地方有707公尺创世界纪录哦，这是中国大陆的制造智能的智。掘进机打破世界纪录，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用 AI 啊，用智能的各种的工具它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直径这个所谓的硬沿大深度竖井来做一个结合了智慧化钻镜，还有垂直导向系统、AI 演算法通通把它加总起来。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从空拍以及侧拍的画面，用快速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快转的画面，让您看到它如何穿透30公尺的永冻层，还有凿下707米，创下深度、直径、海拔
3项纪录哦，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哦，这个地方非常的高海拔，空气稀薄，而且还有永冻土，你要往下钻很困难哦，所以的确还是要帮他拍拍手。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到底怎么规划新疆这个地方呢？说是砸下14.8兆，打造下一个深圳。我们知道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嘛，那现在中国大陆在这边做了很多的重点项目，投资金额说是达到3.47兆人民币希望把它打造成欧亚大陆的战略支点，还有大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因为我们来看它这个地方有什么厉害的呢？除了它土地很广大，它占了中国1/6的面积，还有很重要的，它是能源大省。因为你看到这个日照啦，光照啊，排名全国第2，所以它的光电资源非常的丰富。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会变成算力投资高地所以有工业园区啊，也一个一个盖起来，所以它的电价因为比较低，所以包括一些 AI 啦，还有人家的一些这个总部啊，一些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技的总部可以来这边设厂，因为电价的优势，它一度只有东部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50%到60%，所以它的成本很低，就吸引很多人来这边投资。来，几千年来，新疆这整大片地区，包括蒙古在内他们都是很贫穷、很落后。原因很简单，它是一个内陆地区，那它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农业等瓜果类您也知道，当瓜果类你要从新疆你要运到这沿海或是运到欧洲，各位想想，这个要花多少时间？它的成本升高到多少？然后它也保存也不容易，在运送的过程中，所以不管是牛、羊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瓜果等等的这些畜牧农业，它基本上很难带动地方的富裕，所以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几千年来，它都是一个贫穷、很落后的一个地方。它游牧民族嘛，然后不断的去这个逐水草而居，可是问题就在于人民的生活就是苦，就是辛苦，几千年都是如此。中国要解决这新疆的问题，因为你知道，越是贫穷，越是落后，越容易滋生动荡不安，越容易被挑拨，越容易激化内部的矛盾。美国在2001年就打了阿富汗了以后，就在阿富汗建立根据地，就在这个地方培养极端主义者。训练完了以后，就把他送回新疆也抓了好几个美国 CIA 的情报人员，这些人都有照片，有他的身份证可验证我也去看过他们的这个展示图，在里面制造动荡不安，制造暴动，制造血腥，制造恐怖主义，这个都是跟美国的 CIA 有直接的关联。好，制造完了以后，就提供给拜登政府他们去这个攻击中国大陆的一个理由，这个是一直玩这样的一个游戏。好，可是问题是，你新疆的问题要怎么解决？那解决最好的方法就是带动地方的富裕，带动地方的富裕，你要投资钱下去所以用沿海富裕的省来帮扶，也就是说，大陆就建立起一种先开发富有的省来帮助这一些兄弟省，就是穷的、落后的，再由中央的力量来去帮他。你看今天新疆不缺电了。新疆的电可以往就是西电东送，那么新疆的高速公路、铁路全部都打通，这个地方的人生活就越来越好了。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去过新疆10几次的董哥。新疆这个建设，现在你看起来，好像往很好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大陆来讲他这几年习近平在推动就“一带一路”嘛，那大家知道路就是丝路，对，丝路的代表性就是新疆，因为那时候等于说西域36国，汉朝要把它打通嘛，所以它的概念就这样。那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这几年它跟中亚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自己还有很多自己所属的会，这种大家一起来做生意，一起来发展，其实在中国大陆是现在越来越细致了。那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这100年来大概中国整个中国来讲，它东南靠海这地方因为过去因为船运嘛，跟西方接触它密切，所以他们发展得很快。那过去
西方比较被忽略，所以大概10几年前就喊出要开发大西北哦，就从这那新疆当然是最代表性的哦，就美国政府在川普第1任的时候就栽赃他，就说你内带维吾尔人，对不对？就强迫劳动。然后说把它放在集中营什么什么，就那样讲。但其实你要是自己去过新疆，因为我们去都是很自由去，也没有人带，也没怎么样，自己看，这些都不太可能发生啊。那因为西方的国家在这边一直去鼓吹它独立嘛，所以有一些比较偏激的分子，他会去制造一些暴动。他们曾经带着炸弹跑去北京，把公车都把它把它炸了，把它烧了。就这样。所以中国大陆对这边它就有一些防范，因为就是西方的帝国主义会在这些地方跟你搞内乱嘛。那我讲这个就可以看到，过去美国我们看西部片，它其实西部是一个开发的，过去美国也是东部的13州嘛，它开发最主要就是铁路，所以这个交通是很重要的。那天山这些地方要打通，大家看的概念其实都在这里。我只要让它交通发达，它这边的矿产、气候、瓜果、农业、牧业什么都非常的发达。对，你如果交通一打通的话，这边就马上不得了了。所以他们现在把这里作为一个重点，然后将来就是给西方世界看。你不是说这边维吾尔族被那个强迫劳动，你来看他们都富庶。所以这个其实概念，经济的或者国防的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舰长。我们看到这个天山山脉它的绵延一共1700公里，然后呢，它这个山脉的平均高度都在3500公尺以上那这么高的山，然后又在这么高的纬度，实际上来讲，终年积雪。那现在开辟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可以看到它直接的，也就是切穿了这一个天山山脉。切穿了天山山脉之后呢，它实际上来讲，以前它如果说绕这条路的话，要走3个多小时现在直接走这个胜利隧道的话，就是20分钟。所以有的货车司机讲说以前呢是1箱的油，现在呢是1脚的油，也就是油门踩下去就可以跨越天山了。那也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天山山脉的阻隔，其实北疆跟南疆有非常大不同的一个人文以及自然的一个景致那但是我们讲说这一个隧道的困难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就好像我们走这一个雪山隧道的时候，其实它也有很多的竖井。那这个竖井呢，那其实是工程上用的时候，它是要把这些开凿的砂石运出来，但是通车之后，它主要是要通风用的。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竖井，它的高度都到了3400多公尺的这个部分，它开凿了4个部分，然后它的这个隧道不是单独的一个隧道，就好像我们看到雪山隧道一样，它是3个隧道一起开凿，也就是一个是北上，一个是南下，中间还有一个倒坑的部分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隧道，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台湾的雪山隧道，其实通过很多不同的这个地质的一个困难，那其实这里也是它有16个一个断裂带然后也就是有不同的地质。那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竖井它怎么开凿，它开凿也就是把这个 TBM 直接放下去凿。那第一个困难，它